到今年老宋头为瑞宝和辉宝制作的滑板车，我想说，福宝为什么没有？福宝也想要。或许这也正如姨姨们所猜想，宋爷爷是要为瑞宝和辉宝制造一个新系列的玩具，而福宝之前所拥有过的玩具，宋爷爷应该是不打算继续做了。而当时瑞宝和辉宝也有牙刷和眼镜，也都是因为当时福宝做的太多了，拿给了瑞宝和辉宝一个玩耍。对于宋爷爷来说，是想让福宝以及他的那些玩具一起留在粉丝们的回忆里。而这个用竹子做的玩具小车，也是宋爷爷自福宝走后给姐妹俩制作的第一个玩具。而且如果仔细去看，姨姨们可以看到竹子小车上还有瑞宝和辉宝自己的名字。宋爷爷这波做的可谓很是细节了。而辉宝的小车只不过在辉宝的大力拉扯下，很快就支离破碎了，根本不给宋爷爷拿走收藏或展示的机会。而想必宋爷爷此时手机里的视频，就是对辉宝小车最后的留念了。不过瑞宝的小车好在还完好无损，因为瑞宝对于玩具并不是很感兴趣，瑞宝总是有自己的想法。瑞宝闻了闻竹子小车就离开了，自己跑去了草丛里玩耍。姐妹俩这样各有各的好处，辉宝负责给宋爷爷提供情绪价值，而瑞宝负责保护玩具，好让宋爷爷拿去给姨们展出。宋爷爷眼看姐妹俩给小车玩的差不多了，宋爷爷去拿来了盆奶。辉宝看盆奶的出现，就知道自己马上又要被带回家了，所以立刻爬到树上，这样爷爷就拿自己没办法。而瑞宝则乖乖地走向了爷爷，去到小木床上享用自己的盆奶。而最后瑞宝的盆奶吃完了，都被爷爷抱着往家走了。辉宝这里都没有想要下来的意思，看来宋爷爷今晚又要被迫加班了。其实江爷爷的员工餐还是很丰富的，为爱宝进行按摩，表示爱宝今天辛苦了。江爷爷这自然的已经不像是工作了，更像是将其当成了生活中的一部分，就像是在照顾自己的家人一般。福宝正叼着一根竹子在滑梯上挑衅着妈妈，表示自己有竹子，妈妈没有。爱宝看福宝这小样，气不打一处来，直接一巴掌拍在了福宝的脸上，对福宝说：“让你再嚣张！”挨揍的福宝原本想还手，但是感觉自己打不过妈妈，灰溜溜的从滑梯上滑了下来。此时的福宝看上去既弱小又无助，这一巴掌给福宝的痛苦面具都打出来了。福宝伸出小手拍到妈妈脸上，表示让妈妈放开，而刚才想给妈妈道歉的想法也忘到了脑后。福宝咬住妈妈的脖子，两熊便又打了起来。福宝将妈妈摁在了滑梯缝里，接着福宝想爬到妈妈身上，结果脚上没踩好，福宝从妈妈身上摔了下去。而爱宝看到福宝掉下去，急忙起身看看福宝有没有事儿，看到福宝依旧活蹦乱跳的，爱宝便放心了。爱宝来到小木床边上拉青团，而福宝自己跑到了草丛里玩去了。福宝拉着面前的关景竹，一边玩一边吃。福宝坐在草丛中，这胖嘟嘟的样子就像是一个大号的毛绒玩具。福宝吃了2口，跑回了自己的小木床上。福宝爬到滑梯上，静静地坐了一会儿，顺便用小脚给自己挠了挠头。这温暖的阳光洒在福宝身上，福宝的困意很快便上来了。福宝躺下来后，静静地看着窗外的姨姨，看着看着眼皮就开始打架了。就在福宝刚睡着时，爱宝走了过来。爱宝想和他这宝贝女儿贴贴，爱宝压在福宝身上，试图让福宝感受着来自母亲的温度，但福宝头上被压出来的褶子则表示妈妈的爱太沉重了。福宝爬到小木床上，而爱宝也跟在福宝身后一起来到了小木床上。爱宝让福宝不要乱动，乖乖趴在自己怀里。福宝用小脚蹬着妈妈，让妈妈矜持一下，毕竟还有这么多姨姨看着呢。福宝一番折腾，从妈妈怀里溜了出来。而爱宝看到福宝这调皮的样子，并没有再去追福宝，而是看着福宝的背影，露出了甜甜的微笑。福宝的小眼神直勾勾地盯着门口，原因是福宝的妈妈爱宝被奶爸投喂了一块窝头，但窝头被奶爸放到了竹筒里面。福宝嘲笑妈妈太笨了，这都拿不出来。而爱宝这儿没空搭理福宝，正潜心研究着竹筒。爱宝不断翻转着竹筒，试图找一个比较大的洞给窝头倒出来，但爷爷的手工活过于精巧了，每个洞的大小都差不多。爱宝见智取不行，只能来硬的了。爱宝对着竹筒一阵啃咬，但这个竹筒实在太坚硬，但也可以看出爱宝并没有用全力，毕竟这么多姨看着，淑女形象还是要维护一下的。福宝看着妈妈玩这么起劲儿，也想过来凑个热闹。福宝走到妈妈身边，问妈妈能不能让自己试一下。爱宝叮嘱了几句便离开了。福宝走到竹筒旁边开始研究，而爱宝站在小亭子上看着福宝，心想如果真的让福宝拿出来，今天自己就要少吃一个窝头了。福宝将竹子放在地上滚来滚去，想用妈妈的办法给窝头倒出来。经过福宝一阵研究，窝头露出半个身子。福宝眼看有望，给竹子换了个角度继续尝试。
很快窝头就被福宝拿出来了。福宝拿着窝头看向妈妈，心想这么简单的事情，妈妈可真笨。福宝拿着自己的成果看了看，然后给扔一边了，这是对妈妈最大的挑衅。福宝留窝头在原地，自己来到小亭子上，跟妈妈说自己将竹筒里面的窝头给弄出来了。爱宝面对福宝的冷嘲热讽，不为所动，安静地吃着竹子，而福宝则拿过身旁的冰碗啃咬着。福宝这古灵精怪、聪明伶俐且又不骄不躁的样子，着实让人喜爱。福宝对着冰碗不断啃咬着冰凉的竹叶，一口下去还能嚼上几口冰块。这既解渴又顶饿的感觉，福宝很是喜欢。福宝正躺在滑梯平台上，思考着自己什么时候能够长大。福宝想着想着，眼神逐渐迷离，很快便睡着了。一会，宋爷爷悄悄来到福宝身边，福宝听见爷爷的声音醒了过来。爷爷给福宝带了一个礼物，想必昨天宋爷爷刚看完哆啦 A 梦，所以今天特意给福宝做了一个超大号的竹蜻蜓。爷爷还给福宝示范了一下竹蜻蜓转起来的样子，看上去很是好玩。但福宝刚醒，还有点迷迷糊糊的，直到爷爷拿出手里的小零食后，福宝才清醒了过来。爷爷将小零食递给福宝，让福宝先吃着，然后开始给福宝收拾吃剩的竹子。爷爷将竹子放到一边，开始抚摸福宝，顺便给福宝清理一下身上的青团渣。福宝很享受的趴在滑梯平台上，体验着爷爷的清洁服务。给福宝清理的差不多后，爷爷给福宝将大竹蜻蜓递了过来。爷爷玩耍着竹蜻蜓，试图引起福宝的注意，但福宝好像对其并不太感兴趣，像是在跟爷爷说，你这都是哄小孩子的玩具，而自己已经长大了。但宋爷爷自己却玩得很快乐，而福宝为了不让爷爷失望，接过了爷爷的玩具。宋爷爷想让福宝坐起来玩，但福宝就想躺着。福宝这体重，爷爷有点搬不动了。最后福宝拗不过爷爷，只好随了爷爷的意坐了起来。爷爷看福宝如此懂事，摸了摸福宝的头。福宝张大嘴吓了吓爷爷，而爷爷反应也很快，学着福宝刚才的样子。一会儿，爷爷将竹蜻蜓放置在福宝的面前，然后离开。爷爷离开后，爱宝来到饮水盆前喝水。福宝看到妈妈来了，激动的直接从滑梯上滚了下去。福宝飞快地跑向妈妈，想去和妈妈玩。爱宝被福宝的声音吓了一跳，以为有敌袭呢。一会儿，通道门打开，爱宝回了家，而福宝还没在室外玩够，又坐在一旁吃起了掉落在地上的竹子。直到福宝看着空荡荡的园区，有些害怕了，福宝这才灰溜溜地跑回了家。如果说萌兰是雪中霍建华，那福宝是雪中什么呢？前2天宋爷爷解释到害怕天冷风大，担心大胖孙女受到惊吓，所以不让福宝出外场。乐宝则为了家里4个女人在风雪中继续坚持营业，在雪中表演自己独门绝技单臂大回环、倒立、撒娇咬手手等等，因此也获得了爱宝乐园2023年最佳员工奖。等到福宝可以出外场了，听说爸爸乐宝抢走了自己的最佳员工奖，表示抗议，自己是被强制关在内场的。生气的掀起了饭桌，自己帮妈妈爱宝上班营业这么长时间，最后2023最佳员工奖竟然给了爸爸乐宝。越想越气的福宝将竹叶打翻了以后，开始积极营业，希望可以把奖给抢回来。跑着跑着就先给姨姨们翻了2个跟斗，觉得还不够的福宝又连续翻了3个跟斗。此时的福宝身上早已被白雪铺满了毛发，福宝决定要学习妈妈爱宝做一个雪中美熊，于是爬上了树，摆起来妈妈爱宝当年的姿势，还差点摔下了树，给福宝吓一跳。福宝抬起了头，表示自己一定要获得最佳员工奖。聪明的福宝于是爬下了树，对着后面的竹林打起了小算盘。福宝再次化身福某，表示如果不把最佳员工奖给自己，那就别怪福宝了。宋爷爷看到此场景吓坏了，决定把最佳员工奖给予福宝。听见消息的福宝转身面向姨姨们，表示非常的开心，在雪地里不停的打滚，将爷爷在望福时记录福宝在寒最后一个冬天。看见福宝这么开心，将爷爷都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福宝是会拿捏爷爷的。微宝已经学会爸爸乐宝和姐姐福宝的精髓了，从小就开始越狱。宋爷爷的最新熊猫日记又更新了，日记一更新就说明视频将会在第2天也出现。日记讲述宝家族一些有趣的事件跟爷爷的感受，最后爷爷还会做出总结。让我们看看这周爷爷日记讲述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吧。首先，爷爷说最近双胞胎很喜欢爬上妈妈的背和肚子上，或者挂在妈妈身上，还会经常咬爱宝的脸颊，表现出浓浓的亲情。双胞胎看起来都想获得妈妈爱宝更多的爱而竞争，那双胞胎扑向自己是不是也是一种亲情的表现呢？爷爷说自己为了更积极的得到双胞胎的爱，也要去扑向他们咬他们。出生167天的双胞胎真的长大了。双胞胎和爱宝需要更广阔的空间，因为爱宝很久没出产房了，爷爷让爱宝出产房测量体重。福宝再次感受到妈妈爱宝去过的地方留下的痕迹气味，不知道福宝当时在想什么。爷爷写道，因为
为熊猫是独居动物，最好尽量不要感受到彼此的气味。爷爷也再次感受到熊猫发达嗅觉瞬间的神奇，辉宝的活力确实与众不同，已经开始学会越狱了。虽然最终跟地板问候了，但是这个场面让爷爷想起了表现一样出众的小福宝。瑞宝、辉宝已经不是小家伙了，随着体型变大，已经不能从分娩室底下缝隙逃脱了，所以爷爷把那个地方竹竿去除了。通过缝隙看外面世界的双胞胎非常的可爱，随着双胞胎的长大，他们的量跟次数也在增加。接着爷爷说，比起福宝小时候，双胞胎的排尿和排便更加的有趣。苦恼的是不知道怎么区别瑞宝、辉宝的排泄物。爷爷写到，下雪给双胞胎带了一块雪，让他们感受冬天。辉宝非常的好奇抱了起来，瑞宝因为睡得太熟了没醒，错过了第一次见雪。为了均衡成长，双胞胎一天补充2次奶粉，各自根据当天体重给相应的量。今天瑞宝比辉宝重30克，爷爷说要对辉宝保密哦，不然辉宝的性格又要大吵大闹了。最后爷爷提醒大家，寒潮来了，大家要穿厚衣服，注意保暖，以健康的样子来健宝家族。下周会有更期待的消息等你哦。